我当时就被我说齐碧渊，谢啲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友，真正的真，勇敢的友，谢谢大家。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。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。哦，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，没看见少年？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，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啊，我这口音很奇怪，连普通话都说不好。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。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。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。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。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，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。记得有回背这个《月牙楼记》，我当时就被我说齐碧渊，谢啲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。对啊，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：“真勇，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，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。”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，我是少数民族，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。我告诉大家，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、瑶族、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。但在多民族地区生活，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。你们听听看，苗族人会下蛊神奇，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。我查了半天，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。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？那2020年的春节，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？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。之前就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？”部落。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，叫社区。刚改的时候，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。我们说好的，我们会保护好这些物业。还有人更好奇啊，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真有，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，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，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？”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。所以没有文化，只有冲突。并且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，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。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，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。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着香蕉，这边是香蕉，这边是进口香蕉。就有多边呢？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，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。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，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。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，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。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，我今天生活在成都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，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。我说妈，更该注意人事你吧。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，你在老家离边界线只有1公里。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我担心啥呀？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。”被骗过去了，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。
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，他们没能逃出来，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？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，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，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，哎，没事的时候送外卖，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。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，对吧？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，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：“领导，对面的打过来了，他们派了个团，什么团？没有，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边跑边喊，赶紧接，要超时了啊！”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，我发现每次回老家，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，缅北园区有多危险，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？这就是下场。好，今天讲到这，现在我是编家少年郑勇。谢谢，谢谢郑勇的表演。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次给我们来自后阳喜剧的边疆少年郑勇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啊！这位边疆少年的这个整个的状态，有没有唤起咱们边水少年大林的一些回忆啊？我都想振宇老师了。去年我们一块儿回来，今天他又回去了。人已经留下来了。快让那个他妈妈去解救一下。没事，我家摩托车是免费的，可以用。哦，那边一扫码就能骑回来是吧？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知道昆明那边讲马普是吧？马普，我们那里是哈尼族嘛。哦，您那边确实是多民族融合。我上一个这么知道还是纽约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确实是特别热闹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，我觉得其实普通话算是说的挺标准的了啊，是吗？就因为我们听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，对啊，因为云贵川那边其实它的西南官话也属于是北方语系嘛，对，所以大家接受能力也都挺强的，然后再搭上您这个天然的这个地理优势，其实说出来，我觉得大家一个是觉得很新奇，再一个确实您的演绎也挺好玩的。谢谢。如果边水往事有第2季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推荐一下我，到时候你当那个本胜出演，我来当本地出演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今年的新人真的非常强，而且你看这2位都是新人，然后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内容也都是你没有听过的题材，跟讲故事的视角你也是没听过的，我就觉得很饱满。感觉竞争好激烈，有点不知道你们谁胜谁负。大鹏导演，就是如果刚才我的那段表演要加入一些我自己的乡音，就是我有的那个特点，声音特点，可能也许会更好。还在学习是？对，他就很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语言的条件，不是利用，是没办法。他的表演我们都听清楚了，不仅听清楚了，还听进去了，听到心里了，真的很了不起，很棒。欢迎来到我口音的世界。我觉得哈尼哈尼去了，我怎么叫你这么暧昧的称呼？我觉得。哈尼，你说还叫我大领的你？我觉得甄勇刚刚表演就是让我最敬佩的，就是他需要大家听清楚的都听清楚的，是需要你们听不清楚的都没说清楚，特别厉害。对，语言能力运用的非常娴熟。我也是云南人，甄勇也是云南人。其实因为我看甄勇的演出是最近在上海的开放麦听到的，然后我上一次在一个开放麦就笑出鸡叫，还是几年前。看徐志胜，我的天，口音也这么好笑。所以甄勇非常的有特色，而且他其实是非常典型的，从确实是很艰难的地方走过来的。他们的老家是那个《变形记》的，拍摄地就。对，是就是真的，我那个小山村就在越南的对面，就是哪怕那时候我小时候，我出生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通公路，没有通电，唯一通就是通风。但这一些都阻止不了我想成为的人。妈呀！哇，那是怎么开始讲脱口秀的呢？脱口秀就是我之前在昆明一直说，因为我不太适合
打电话，我感觉。你不要刻板印象我们啊！你是非要从事语言类的行业是吧？然后在昆明做脱口秀之后，了解到之后，就在昆明一直做。但是在昆明的市场很小，是去年有个机会，我在看到了成都后雅发一个比赛的稿子，我就去参加了。那时候我好像手里面只有几百块钱了，然后我就去参加比赛。因为我妈告诉我说，再给你1年机会，如果你不到头了的话，就回来吧。哎呀，就是有点想哭嘛。哪怕这么危险也要回去。所以我就回来了，所以那是我唯一的筹码。但是我去成都比赛之后，我真的得了第1名。哇！嘻哈跟你们平时经常待在一起。对，然后而且真勇，我跟王悦在这边很感触他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看他来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只穿了一双拖鞋，衣服上面啥都上面是有一些震撼哈。你真勇啊！我补充一个信息啊，就是真勇当时来那个俱乐部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很感动的点就是因为他来彩排，他的脚是肿的，然后我后来问他，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买的站票站过来的。是因为太远了，因为成都到昆明的那个火车很慢，17个小时是不是？是的，但是我就一直站着。我那时候就想了，我说我未来一定要在中文脱口秀找到自己的坐票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你的故事告诉这么多人，也谢谢你把这么精彩的表演带到这个舞台上。我想气氛组的这个回馈也是你应得的，你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，恭喜真勇。那我们把阿水也请回舞台中央。究竟2人的比拼结果会是如何呢？一个边疆的打一个境外的，单从当场的表现来说，我觉得不分上下，有点难分伯仲。请看大屏幕。哇！恭喜真勇胜出，同时恭喜阿水170票，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。根据咱们的规则，阿水要暂时前往待定区啊，见到你的各位偶像啊。追星吧，哥哥。平起平坐了。有刘洋、刘元成，还有谁？你还没看到去年决赛呢是吧？啊。参加了的都在啊，那是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，就再托付2句。大家还是去边远的地方旅游的时候，多支持一下真勇的演出，然后还有一些更偏远的地方，比如新加坡，大家去了以后也可以去我们演出。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大家。然后我去学刘洋了。真的演得很好，没问题，演得很好。哎，好人，来坐到这里来，坐到你的偶像旁边。根据规则，挑战继续。我们坐在对面的朋友们，如果有人要向真勇继续发起挑战的话，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无人挑战，真勇晋级，请大屏幕显示他的最终成绩。188票，恭喜真勇晋级！哇哦！谢谢大家，我哈尼族永远爱你们。恭喜你拿到了自己的坐票。我跟他很熟，就是真勇从云南到成都的第1场比赛，我就有在现场。因为那时候钱也没有，我就买了最便宜的站票，然后就一直在争那口气。主持人有请今天的冠军真勇。那一次我是只买到了站票，也很穷，但是我说我一定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在中文脱口秀找到自己的坐票。这次很高兴的是，我买到了坐票。晶片哦，晶片，我们出来可以看显的。
后出塌方，要封路，只能走老路了嘛。从下面上去就只有8公里，但是从老路要20公里。爸爸来接我了，开心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还有1公里。这就是哀牢山区啊！小时候我就一直生活在这边区域的时候，很压抑，因为你看，除了山还是山，就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但我那时候就说，我一定要走出大山，要走出大山，走出大山。走走，看舅舅，来，舅舅要出场了。哎呦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。我们弄跌下来了。这个是人戏吧？就怨我们。恭喜你拿到了自己的坐票。他可能看不懂，但是看到我在舞台上穿着我们哈女足这种衣服，然后站在舞台上，他就开心。因为的确，做脱口秀的前2年，我是没赚到钱的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底气说，我一定会把我们家庭因为这个行业改变。不容易啊！每个人从那个位置走到这个台上，短短的几步路，但之前可能已经走了好多天，走了好远好远了。那咱们的比赛继续啊！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，他的表演风格也很独特，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之上。掌声有请陈艾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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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陈艾。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，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， 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测试的环境也不好，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。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
不过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、热的。微信，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。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，这句没练过呀。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，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，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我心想，哼，我放松就该你们紧张了。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。直到这2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风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，你们加油吧，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，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、旅行、恋爱，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，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，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？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看。谢谢陈爱的表演。喜欢陈爱表演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我们掌声再次送给陈爱。
上台前，包括昨天的等待，一定都非常紧张。现在好一些吗？没有那么紧张。还是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？大鹏导演也是很早就给了这一票，是拍早了，拍早了，拍早了！哎呀，拍早了，拍早了。您是在模仿他这个自言自语的风格吗？如果应用到您的开场表演中，至少开场表演那个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啊。我就是觉得我拍早了，因为越往后越精彩，他的这个文本太厉害了。到最后，我以为他会收在风口上，那风口已经顶到那儿了，我以为会结束了。但是他还继续讲，结果他继续讲的这事儿，把整个这个表演那高度又提升了。他说：“也许我没在表演，是你们想象出来的。那我不好笑，就是你们的想象力不够丰富。”哇，这个我听到头皮发麻啊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我是在他跟着别人选的那个后边击中的那个。确实有很多，值得大家这个击掌叫好的，所谓的说特别值得大家共鸣的，但我就觉得那个特别好玩，我觉得那个让我感觉特别有意思。然后您上来这个状态啊，就是我刚才是我狭隘了，我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呢，可能您上来那个状态好像是有些紧张啊，有些胆怯啊，但是随着您的表演，我发现这并不是，而是您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，然后把自己的这些个观点娓娓道来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您这其实按理说也算是观察戏剧了，观察我自己，观察所有人，包括您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玄妙的，也挺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啊。谢谢你。我很喜欢陈爱讨论的话题啊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确实每个人都是疯子，你是先锋跟后锋的问题。就是你这个疯或者是正常的定义是什么？是那些题目来定义的吗？是什么标准来定义的？是谁的权威来定义的呢？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定义，是一部分人拥有了定义权之后定义的谁是疯谁是正常，就这些定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我也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接纳我们自己，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被人说是个非常不正常的人，我已经忘记这个感受很多年了，然后我听你讲的时候就把我的这个感受翻涌出来了。我是觉得好像社会上只允许正常是在某一个区间之内。我们整个社会系统里就是对什么是完美，什么是优秀，什么是幸福，什么哪怕是正常，它都有一个定义，超过那些的都叫不正常、不幸福、不完美、不优秀。我是特别反对这个东西的。是的，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些定义，就是每个人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活出了自己的样子，真的。你的话题非常难，但你讲得非常好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志胜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哥哥，是他们别人看见的色儿太多了。”其实陈爱已经讲脱口秀还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新人，已经挺长时间了，是吧？对，演员都非常的喜欢他的内容。今天就是很感动，我觉得陈爱从他讲的内容，他从心里掏出来的东西，能非常快的抵达所有人的人心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想要上喜剧的舞台上来表达、寻找同类的人，你一定是在生活里非常孤独的人，所以你会寻求这条路来找到自己的同类。然后刚刚听到陈爱说，他只是先锋的时候，确实是这样，我也很开心，觉得你把这个东西这么真诚的说出来，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继续疯下去。你有同类，谢谢。